春节期间，美国海军航空母舰在南海海域活动，企图搅浑水。美海军1月27号宣布，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于1月26号离开新加坡，目前已再次返回南海地区。这是尼米兹号航母时隔2周再闯南海。尼米兹号频繁进出南海有何目的？美国海军第7舰队1月14号在推特宣称，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将在南海执行打击训练、飞行任务和反潜活动等海上任务。这次行动的小组指挥官克里斯托弗·斯威尼少将说，这次航行旨在向地区盟友兑现美国的承诺。他又拿航行自由说事。据悉，此次进入南海的美国海军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包括美国海军尼米兹号航母、中云号驱逐舰、维恩麦耶号驱逐舰和迪卡特号驱逐舰。根据五角大楼发布的照片，尼米兹号航母打击大队的另外2艘舰艇美国邦克山号巡洋舰和美国保罗·汉密尔顿号驱逐舰目前分别在菲律宾海和太平洋独立行动。美军航母战斗群在南海的活动2个意图，第一呢是恶意试探，第二是恶意挑衅。在访问期间，正逢中国农历春节，如果美国航空母舰就在南海的重要部位保持存在，而且进行常态化的演练，它可以对中国军队的动向，特别是春节战备进行某种程度的监视。第二呢是恶意的挑衅。美国航空母舰这次是一个实战编组，如果这支编队按照目前美国所发布的要进行对海训练、对空训练、包括反潜训练以综合训练的各项训练课题，在南海所形成的实战能力异常强大，也说明呢，美国在南海炫耀武力，实际上是对周边国家，包括对中国的一种恶意挑衅。航迹显示，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于1月12号穿越巴士海峡进入南海，1月15号至20号期间在南海海域活动，1月21号，也就是除夕当天，停靠新加坡樟宜海军基地，1月26号返回南海，1月27号在南海万安滩以西海域活动。值得注意的是，27号 F-18超级大黄蜂舰载战斗机在尼米兹号甲板上起飞 ，MH-60海鹰直升机在执行演训任务后降落在航母甲板上。此外，与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同一时间在南海出现的，还有美国海军马金岛号2栖攻击舰和约翰 ·P· 莫萨号船坞登陆舰。这些军舰搭载了美国海军第13海军陆战队远征队。马金岛号2栖戒备大队于11月离开加州圣迭戈海军基地，部署到印太地区。美国有线新闻网引述美国国防部官员的话称，美海军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在1月12号刚进入南海时，中国海军就已派出2艘军舰跟踪监视，做好了应对越境和挑衅行为的准备。目前看呢，围绕着美国航母编队，包括各型空中战机的活动，解放军在预警、拦截，包括捍卫国家主权方面，有一套非常成熟的做法和经验。所以在不违反国际法的状态下，我们的各种驱离工作、维护祖国利益的各种举动都非常的高效，也说明呢，今后无论是美国航母编队，包括空中编队，以什么方式、什么时间、什么样的规模进入到南海，中国军队都可以用适当的方式去回应，通过这种行动展示中国军队的作战能力。室内卫视注意到，这是美海军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2022年至2023年度部署期间首次进入南海。根据美国海军协会网站的报道，尼米兹号航母离开圣迭戈海军基地，前往西太平洋地区进行年度部署。在尼米兹号抵达任务区域后，美海军在西太平洋海域维持双航母的架势，包括里根号和尼米兹号。上一次美军在西太海域维持双航母部署还是在2020年6月。有美国媒体指出，在这次部署中，美国海军出动了年龄最老的尼米兹级航母尼米兹号和年龄最老的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邦克山号。尼米兹号服役时间为1975年，邦克山号服役时间为1987年。值得注意的是，稍早前，辽宁舰航母编队在西太平洋进行了远海训练，而山东舰航母编队今年首场演训近期则在南海展开。1月14号，人民海军微信公众号透露，山东舰航母编队在南海某海域进行了实战化对抗演练。最新的画面显示，山东舰的这次演练由多艘不同型号舰艇、数十架各型战机组成，采取背靠背形式。航母编队从海面、空中、水下展开了多兵种、跨领域、高难度立体攻防作战科目。报道还称，又有一批歼15飞行员取得夜间航母资质认证，标志着航母编队体系作战能力进一步跃升。从公布的图片可以看到，
在舰载机歼15全天候起降训练过程中，山东舰甲板始终保持舰载机满员状态，除了战斗机外，还能看到直9、直18等舰载直升机。分析指出，这次山东舰编队训练有3大亮点：一是山东舰搭载的歼15战机数量多，在甲板上停得密密麻麻；二是进行了高难度夜间起降训练；三是进行了实战化对抗。通常来讲，航母形成作战能力要比一般作战舰艇花费更长时间。山东舰作为我国第一艘国产航母，入列3年来训练水平不断提升，在较短时间内已经具备相当高的作战能力。观察认为，南海相对来说海情和海况比较复杂，在南海进行锤炼，说明山东舰已经具备在高海况、高海情的状态下执行多种战斗任务的能力。美国近期不遗余力地企图搅浑南海，这次尼米兹号进出南海就选择了靠近菲律宾的路线。去年11月，副总统哈里斯访问菲律宾时，特意到巴拉望岛访问，宣称要以此显示美国对重振美菲安保同盟的决心。巴拉望岛位于南海边缘，哈里斯当时还参观了日本向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提供的巡逻船。他也是有史以来访问巴拉望岛的最高级别美国官员。他宣称要推进在5个菲方对美开放的军事基地的设施建设。美国舆论认为，美军或将寻求重返苏比克湾。外界注意到，对于美方极力的军事拉拢，菲律宾方面并没有积极回应。1月19号，正在瑞士参加达沃斯论坛的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表示，允许外国在非领土设有军事基地有违菲律宾宪法。这番表态也被外界解读为排除了重启苏比克湾和克拉克这2个前美军基地的可能性。在达沃斯与挪威前外交大臣布伦德对话时，马克思强调拒绝在中美间选边站。相关话题来连线特别评论员吴卫。吴先生您好。时隔10天，美国海军尼米兹号航母打击大队再次进入南海，您觉得有哪些细节值得关注呢？根据开源情报信息显示尼米兹号航母打击大队从1月12号晚间开始，至1月14号晚间，采取了战斗航速，快速穿越南海海域。满打满算，一共只用了2天半不到的时间。我个人推测美军采用了快速通过高威胁区域的安全策略，并没有在南海内逗留过久。这可能是近几年逐渐形成的新常态。以往美军航母编队过航南海大多需要3到5天时间，是辗转腾挪，又是演习又是合影的。那么这一次采取了一条笔直的航线，一脚油门夹着尾巴就过去了。有意思的是，尼米兹驶过了9段线后明显放慢了脚步，在廖内群岛以北继续航行了5天，才抵达新加坡樟宜基地。这就好比一个人憋足了劲儿，闯过了南海十字路口，然后在路口的另一端气喘吁吁地缓缓走了好一阵。对于建龄将近50岁的尼米兹号来说全力冲刺这么一段，舰上的美军轮机兵恐怕得加班了。1月21号，中国农历年除夕，尼米兹号航母打击大队停靠新加坡樟宜基地，在这里休整了4天时间。用美军的说法就是所谓春节这段时间就像是过圣诞节解放军海军的作战部署不会那么密集。然而，关注央视军事报道的朋友应该明白，春节期间解放军海空力量的战斗巡逻、跟踪监视任务频次并没有降低。我们的海空卫士在站位上为祖国人民守岁。在我们看来越是节假日，越要紧绷战备这根弦。节日期间，空中情况数量往往会大幅上升，这就意味着跟踪、监视、警戒、巡逻的任务会更重，战斗起飞会更频繁。随着美军全面撤出阿富汗，美国海军的航母如今得以腾出手来，集中精力用在西太平洋的中国方向上。美国海军在亚太、欧洲与中东3个战略方向上的兵力布置处于一个7:2:1的大致关系。作战重心向谁倾斜，已经不言自明了。那么，在您看来，这些新常态折射了美军怎样的战略思维转变？美军航母的战略威慑效应是否正在边际递减呢？以往我们总说美军航母在中国周边海域耀武扬威、秀肌肉、秀全家福大航拍。那么这些年下来，其实美军的招式还是那么几样，只是我们在心态上早已出现了变化。一言以蔽之，就是区1-2个航母编队已经震慑不了我们了。
这是中美军事实力差距逐年缩小所带来的硬实力变化，以及在体系化、实战化训练对抗背景下解放军指战员的软实力变化。反过来讲，美军的心态也出现了变化。那么此前几年呢，只有美国的一些智库以及五角大楼的军事情报部门对中国的军力发展有过系统的研判，但是近几年美军，尤其是海空军一些经常在中国周边海空区域转悠的一线单位，对解放军的实力跃升有了更为直观的认识。这些认识是如何形成的呢？我举例说明。美舰过航我周边敏感海域时我们的海空力量采取的是所谓有舰必跟策略。但对于美军的驳壳舰还有核动力航母这些能够高速航行的目标，我们的跟舰力量往往在航速上是会吃些小亏的。但美军还是发现，他们每次来南海过台海，解放军的战舰、电子侦察船总能做到形影不离，很难甩掉。这是如何做到的呢？因为解放军有着完善的海洋监视体系，比如天上的卫星、岸基的超视距雷达、常态化巡逻的长航式无人侦察机等等，这就像织起了一张巨大的网，在美舰抵达之前，我们就能够大致推算出他们的航线，那么跟踪军事力量，采取拦截航线，提前占领阵位就是了。在现代化海战中，我能看见你，往往意味着我能打中你。尤其现在的解放军拥有丰富的反航母利器，在美军自己的兵棋推演里航母的生存率降至历史性的低谷。在这样的博弈下，美军的心态当然会出现变化。航母打击大队驶过南海的时候，可不就得快速通过，以免夜长梦多了吗？来是要来的，不然如何体现所谓的区域霸主地位？如何向区域内盟友展现坚定决心呢？但是来了吧，却又不敢久留，一脚油门路过，也算是完成打卡了。这种在战略威慑效果上的边际递减，不仅是对中国而言的，周边地区的国家也能嗅出时代正在改变。好的，谢谢吴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